嗯嗯，好，我知道了。凶手身高180上下，高挑，外形出众，会拿剃刀当凶器，可以让女性降低戒心，不易起疑。方可倩背后的伤痕并不是漫无目的，那是一对血翅膀。这明显就是这凶手独特的犯罪签名特征。够了，梁律师，你有完没完啊？我在替你们节省时间。对啊。现场没有指纹，犯案之后你倒是擦得挺干净。我不是凶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好，那就麻烦你再说一遍你所认为的案发经过，我再来确定，看看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从现场的基证判断，方可倩一开始相当配合。这种寻求刺激的男人，他见怪不怪了。但他无法忍受凶手对他造成的强大痛苦，而凶手看到受害者越挣扎，他越兴奋。只有凌虐，以鲜血才能让他得到高潮。方可倩像是一张白纸，而他在上头创作，印上他的签名，填满自己的空虚，是一种自我优越支配感的展现。他毫无道德感，只在乎留下的痕迹够不够完整。自始至终，他没有把方可倩当作人看待。这种类型的凶手，极有可能是高功能的反社会人格者。凶手最后从容地离开犯罪现场，我相信他并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证据。以他的犯罪手法来分析，这并非凶手首次犯案。我倒觉得啊，你所剖绘的犯人跟你倒挺像的。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医生建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看掌门下，蹲下来。要避开监视器，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废话，这个人对这里很熟悉。妈，到这里来之后，人天天看监视器，无聊死了，而且还漏水。那你为什么被调来这边？我跟你说，一定是有人发现我跟梁延东走得太近了。现在，我跟他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好的。总之，咖啡我请，一定要替我帮他翻案，拜托。有病哦！哎，去外面再喝。很烫。什么？梁云东做了地缘跑位图。对，干！你答应他什么？没有，我没有答应他什么，连他人都没看到。他现在人躺在卫生科的病床上。发生什么事啊？好像有人想勒死他。监视外面查到吗？但是只有看到梁云东一个人。凶手很明显躲在监视器的死角。把监视画面拿回来，让小雨分析，顺便留意他有没有其他状况。啊？哦。到会议室，我把所有人叫来。哎，小飞哥，请教一下，你把我们叫来干嘛？我给大家看，我透过被害者的线索画出来博文地图。不会地图，不会地图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要么马上找到线索，要么花一堆时间，什么都找不到。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你目前能力应该还是没办法啊。那飞啊，你在哪里学的？小雨，你可以帮我报价。好。这是我根据被害者的弃尸地点，还有他们的工作地点，加上他们的居住地点，三者交叉比对之后，这里就是凶手最有可能活动范围。别人可以怀疑我们的本事，自己人怀疑自己人是怎样？啊？还是不是个 team 啊？确实啊，我们早日找到凶手，就少一个被害者。这垃圾害我差点没命，不赶快找到他，我吃东西没味道。队长，我们老样子，分头行动。好啊。还有谁有问题？没有出发。小飞哥，既然孤注一掷，就放胆去做啊！知道。我倒想看看那家伙还有多少本事啊！这些受害者平时工作、上学的地点分布在东宁和中山游的两侧，他们在新旧城区的活动范围有一段共同交集。发现尸块的地方都刚好在东宁河周围，4名受害者也有共同点，就是都想要拿掉小孩。而凶手能够满足受害者的堕胎需求，代表他有一定的医学专业能力，那他的行凶现场肯定也具备专业的医疗设备。以前这边有做过医美，也有做过牙医。
但凶手也必须有他熟悉、固定的犯案地点，才更有机会下手。学长，这里没有。我这边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大家听好，不要按常理出牌。任何有医疗器材的私人诊所，不管还有没有营业，都不要放过。这鼻喉科已经在我这边住2年多了，是你说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出国了。以凶手为女性的颇灰结果推敲，在没有其他共犯协助下，凶手碍于体能与行动，弃尸的地点必定受限。这就是凶手沿着东运河上游，要靠近旧城区抛弃尸块的原因。从被害人的活动范围到尸块交界，很可能就是犯案的地点。二飞，我在月泉路这边，这边有一间停业的妇产科，有点奇怪。好，我现在马上过去。大家小心点啊！二飞，这附近邻居说这是间老妇产科，1年前停业以后就没怎么看到人。学长，你看一下那什么。有没有包包？你去看那边有没有其他窗户。好。守住开了，部长。喂！
等下，这是孕妇。扶她起来。我还没进去啊，怎么知道？怎样？有什么发现？攻击任飞的孕妇已经送到医院去了啊，现在人还没有醒，检查后发现也被施打了麻醉剂。肚子那么大，不太可能是来堕胎的。目前还没排除是凶手的可能。哎，对啊，小飞哥，队长，这边一定就是犯罪现场了。有查到什么东西吗？监视组那边只找到几根毛。那这样是不是第一现场还不一定哦？啊，日飞，你确定没有看到其他人吗？没有。派人盯住那位孕妇啊，她一醒来，我要现场侦讯。收到。我看过监视器，虽然没有照到凶手，但凶手一定在看守所里头，跑不掉。凶手是岳某芬，而且他们早就已经想好如何摆脱嫌疑。好了，他们跟杀1256的是同一批人。不要混为一谈了，156是自杀。凶手这次失手，但我判断，监狱很快就会出现新的被害者，而这个消息，我还没有跟警方提过。在过去几个月，你一直很低调，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要是出了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麻烦。我更不容许有人把这里当成动用私刑的游乐园，没把我放在眼里。果然是干坏事的，不止心肠硬，身体也硬。超过1则新闻快报，让人闻风色变的孕妇分尸案，经过日前抓到一名模仿犯后，死犯在今天再度现身。让人意外的是，这名嫌疑犯同时也是一名孕妇。嫌犯在即将临盆的状况下，究竟如何连续犯下多起案件，也令大众感到不解。医师，秦嘉欣的状况怎么样？产妇她受到一点惊吓，如果情绪不稳的话，可能会导致预产期提前，但是胎儿活动都还正常。再高一点。好。这呢？可以吗？啊，不好意思，我是昌隆分局刑事侦查队队长谭崇辉。还好我老婆小孩没事，要不然我告死你。对不起哦，我以为你是那个坏人。没关系，我没事。苏太，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休息，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要问你们。没看到我太太不舒服吗？过几天问可以吗？哎，老公，没关系啦，我也想要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苏太太，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废弃的妇产科诊所啊？早上9点，我先生去上班之后，我就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就跟我说，因为
我现在38周了，我随时都有可能会生。然后他就请我拿资料送去一个他们紧急配合的诊所，就照着他发给我的地址过去。但是我到那边之后，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奇怪，又旧。我本来想要离开的，然后那个医生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是这里没错。他说因为他们在装潢，招牌还没有放上去，他请我进去。那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然后我就进去了。他说请我先上楼。扎我这边，我吓到了，我就一直挣扎，我很害怕他要对我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越挣扎，我就觉得我身体好像慢慢的就没有力气了。之后我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头很晕，我觉得我的意识不是很清楚。我只记得我好像躺在一个台子上面，然后我就看到他拿了好多的针，还有刀子，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不要伤害我，他说他说什么？好了，你们看到我太太情绪不稳定吗？不是她说了什么事，你们诊所查了没有？查了，诊所房东全家移民国外，大部分时间都交给房东处理，房东也给我们看房客资料。对方留的资料都是假的。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知道，你们现在的问话方式好像是质疑我们被害者，现在被肉收的是我们，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请别误会，苏太太，如果你有想到什么，请你马上跟我们联络，啊，谢谢。谢谢。护士小姐，请问一下，你们医院妇产科最近有主动跟秦嘉欣小姐联系转诊事宜吗？是，因为医院妇产科正在整修，所以会请妈咪们配合到外部院去做检查。但是我检查过这几天的联络名单，上面并没有苏太太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苏太太。想请问一下，是这些员工的资料我能拿回去做调查一下吗？可以的。谢谢。队长，这电话不是医院他们打的，是很清楚他们要配合转诊的医师做联络，这表示嫌犯很清楚这间医院的业务。苏敏慧，她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小姐，不好意思哦，这是我们的车。你们的动作又慢了，整个网络上都在传秦嘉欣是孕妇杀人魔案。你是哪家记者？福州派记者季思琪。你就是季思琪。你就是跳河的小警察哦，感谢你！你知道你的影片在网络上点击率有多高吗？感谢你！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大家忙老半天，你凭什么几句话帮我们下结论啊？你老实说嘛，你跳下去之前有想过所有的可能性吗？就到证据就算了，但是万一证据因为你们关系被破坏了，这个责任是你扛得起的吗？你贬低我们警察就算了，你知道那些毫无根据的讯息可以害死我们其他人吗？你的意思是秦嘉欣不是凶手？季小姐，我只说一次啊，
要是你再让我知道你跑新闻没分寸，我绝对不会客气。如果你觉得我在恐吓，欢迎投诉。对不对？上车。哎，所以警方对于真凶是谁还没有头绪是吗？谢谢哦，路上小心。哎，到底是惹到谁啊？不然怎么会被盯上？很严重。这不是你该调查的吧？对啊，没事就好。凶手是用2.5mm的电线勒我的。连凶器材质都摸出来，那你知道凶手为什么要放过你吗？他没有放过我，心胸未遂。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必须停手。跟杀前妻养的是同一个吗？讲重点。我们救助差点被杀害的受害者孕妇秦嘉欣。根据秦嘉欣的描述，凶手身高跟她差不多，体型中等，穿着医生袍，里面穿着黄色洋装，看起来很正常。凶手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我们也查了打给秦嘉欣的手机电话号码，是领有假身份申请的预付卡手机。求你，求求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放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小孩，不要伤害我的宝宝！求求你，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宝宝！秦嘉欣的背景啊？秦嘉欣的老公苏仲恒本人是知名连锁整形中心的负责人。秦嘉欣曾经在分店担任过行政助理，过去读的是餐饮学校，擅长中西式肉类烹调。虽然这项背景一度引起我们警方的注意，秦嘉欣不可能冒着怀孕的风险来行凶。凶手还是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是个曾经失去小孩的女人，才会对所有的被害者产生埋怨之心。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疑之处？凶手好像很了解这间医院妇产科的业务，知道他们要整修，需要联络孕妇配合转诊。凶手正常工作，但有可能只是利用妇产科做掩护。我们已经在调查之前在这间妇产科工作的员工了。诊所照片。手术室很老旧，但意外的非常干净，医疗目前还在整修。但是根据之前员工表示，这里装潢也完全没有变过。这间诊所不只是追捕猎物的陷阱，更是让凶手感觉到自在、舒服的环境。但是我很好奇，其他4名被害者之前都显示怀孕，也疑似都想过堕胎，但是秦嘉欣却是一个快生产的孕妇，不是很奇怪吗？你进步了。是我会说，秦嘉欣对于凶手是绝对特殊的存在，特殊到凶手必须破例在大白天明目张胆利用妇产科的名义来引诱秦嘉欣。也就是说，对凶手而言，秦嘉欣比其他4名被害者更该死。很明显的，凶手因为秦嘉欣而失去理智。人一旦失去理智，便会开始犯错，犯错就会留下线索。秦嘉欣就是凶手留下的线索。不要忘了，我们要找的凶手是曾经流产过的孕妇，所以不只是秦嘉欣，连她的丈夫
书中肯的过去，也许都会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所以我建议重新侦讯秦家兴夫妇，而且这一次我也要参与。要是破案的时候，我是不是必须告诉媒体，这不是我们团队的功劳，而是一个性侵犯？这一次呢，是我擅作主张，让梁一东逝世的。如果真的可以因为他少了一个受害者，我愿意承担后果啊。后果是大家承担的。其实你们来找我，不是要我批准，而是来告知我，老谭呐，我不太喜欢这个样子啊。之后如果外人知道警方跟梁元东合作，我先讲，我会跟你们切割关系。知道了，分局长。谢谢分局长。梁一东到了，我们上线。苏太太，你还是没有想起来吗？你跟谁有过不愉快？任先生，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太太是家庭主妇，怎么可能跟结怨？如果说奇怪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们之前去医院的时候，去咨询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的车子有被人家破坏。同样的问题敢问苏总了。那苏先生，你这边呢？我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的诊所在网络上面评价很好，没有负评，也没有客诉电话，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夫妻跟任何人结怨。敢问苏总了之后，秦嘉欣的表情明显做出变化。对不对？继续问。那苏先生，你的工作会跟很多异性接触，会不会是有女员工或是客人之前对你示好，但是你忽略没有注意到？所以你现在是在质疑我们被害者？苏先生，你不要误会啊，我们只是要理清那个凶手的动机。如果有女客人，我的女员工对我示好，我把它当作是善意的，因为那是工作需求嘛。但我不会做任何对我老婆不忠不轨的事情。苏先生，其实我查过了，你在这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我想知道你跟你前妻是什么原因分开的？这个案子有关系吗？任何线索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秦嘉欣肯定有所隐瞒，对不对？我们同时问，苏先生肯定认识凶手。苏太太，我们推测凶手曾经有可能怀孕，更有可能曾经失去过小孩。前面4名受害者都刻意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但苏太太，你已经快要生了，很明显凶手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那你先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我随时会投诉。秦嘉欣快认不出来了，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苏太太，目前凶手还在外面逍遥法外，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真的很需要更多的细节跟资料，才能保障你们跟孩子的安全。那个女人，她知道我先生是谁。那一天她在伤害我的时候，她有说一句话，她说那个男人根本没有资格当爸爸。这些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会怕啊，我不敢讲啊，我怕这件事情跟我们家会有关系啊。钱嘉欣的情绪可以了，利用钱嘉欣的情绪，引导署长说出我们要的答案。两位，请冷静。以目前来看，凶手很可能就是那个女人，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要配合我们。所以你们意思是我前妻是凶手？很有可能。她流产过，她叫张一凡。我们是医学院的班队。她有卵巢早衰症，所以她每天必须打针。她打针打到情绪都不稳定，在她情绪最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有了孩子，但也因为胎盘早剥，导致胎儿缺氧而死。所以最后，我要她做引产手术。哎，你在做什么？刚做完引产手术，怎么可以打排卵针呢？我们都已经努力那么久了，不可以现在就放弃啊！你听我说，就算没有小孩，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开心。为了生小孩，我们已经牺牲够多了。我可以的，我请医院帮我手摆点刀，我好好休息，把身体调养好。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嗯。离婚之后，她虽然停止打排卵针，但情绪的问题变得更严重。我是有听说她在工作上接二连三的出状况，在手术台上弄死了病人，还被迫调职。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那她之前在哪工作啊？陆正生纪念医院。徐姐，我们知道凶手的身份了。570，你先待着，我送警官出去。那你知道凶手为什么放过你吗？他没有放过我，心胸不深。安全检查后立即回报。报告，1号场正常。报告，2号场正常。报
报告，状况是正常。武基，跟我走。OK。梁一东，你涉及东林看守所内人犯编号2887本名穆雅燕的谋杀命案，我们要接替你到分局进行侦讯。战役班应该还在附近，赶快找人。对啊，发现所有人的尸体，有发现凶器吗？一支钢笔。从头到尾根本没有什么看守所连环杀人命案。为什么能让我比上莫言？你在生你自己的气，你气你自己被我利用。你迫不及待的想要抓到犯人，是为了让你童年的阴影有个宣泄的出口。上面说什么东西呀？你现在是犯人，你不是律师。
起。